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最近有两件事呢，它实际上值得说道。一件是香港的立法会通过了所谓的守护一夫一妻制的动议，还有一件呢，就是山东顺天化工集团对未婚员工的一个威胁性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两件事看似毫无的关联，实则的话呢，共同体现了某些人对个人自由的傲慢的干涉，以及对这种多元社会当中的极度无知。我们先来讲一讲香港立法会的所谓守护一夫一妻制的动议。2月12号呢，香港立法会以69票赞成、0票反对和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守护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的动议。尤其是提出这项动议的何君尧先生，他一直以来就是以恐同而著称的。他们大张旗鼓地宣称是在捍卫所谓传统的家庭價值觀，防止社會道德的崩潰。本會係促請特區政府擁護憲法同埋基本法，堅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防範同埋抵制不良文化嘅影響。在中國的歷史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時間並不長，而長期以來的是什麼呢？是一夫多妻，或者一夫一妻還有多妾的。而且婚姻制度是20世紀初隨着西方的思想和法律的傳入之後才逐步建立的。也就是說，一夫一妻其實就是那些恐同人士常常掛在嘴邊的，這是西方的文化入侵啊，這根本就不是中國的傳統。所以我倒是想問一問何君堯等人哈，他們所說的傳統是中國哪一年的傳統呢？而且中國還有1000多年的裹腳的傳統呢，他們真想捍衛傳統的話，那是不是應該要提倡恢復納妾的制度呢？所以守護婚姻只不過是那些恐同者的遮羞布而已。所以在強哥看來，這個動議的核心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要拖延同性伴侶的法律權益保障。因為香港的終審法院前年在裁定一例案件的時候呢，要求政府必須在今年年底之前提供同性伴侶權益的替代性框架，所以要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而這一項守護一夫一妻制的動議的通過，就是想給政府找借口，讓他們拖延甚至拒絕履行這樣一個義務。而香港整個社會當中真的有那麼多人關心所謂的守護婚姻嗎？事實上，香港社會近年來對 LGBT 群體的權益的支持度呢是穩步上升的。而議會裡面這群人到底是為誰在守護婚姻呢？還是說只是他們想迎合某些極端保守的勢力？總而言之，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場關於家庭價值觀的辯論，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恐同的鬧劇而已。所以他們口口聲聲說的要守護婚姻，其實就像是皇帝的新裝一樣，是自己狹隘思想的遮羞布而已。新民黨的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就表示自己堅決反對婚外情，而很多家庭都不是一夫一妻的。而葉女士還批判說，當前其實很多的婚姻當中都存在着插足者有一些人甚至公然的炫耀因為情感關係而獲得的財富的行為。其實這些行為都已經扭曲了婚姻和家庭的真正價值。而在議案當中提到的所謂防範和抵制不良的文化，應該要抵制的其實是這些第三者的行為，而婚外情正屬於這些不良的文化。所以那些以傳統的價值觀為借口反對同性婚姻權利的人或者同性伴侶權利的人，他們為什麼不去抵制異性戀當中的那些出軌的人，那些搞破鞋的人，那些第三者插足的人呢？所以他們的所謂的傳統家庭價值觀只是一個用來打壓同性伴侶權益的空殼子罷了。有點可惜啊，香港作為東方之珠，或者說作為內地人看待世界的一個窗口，本來可以在這件事情上為中國內地的7000萬的同性戀展示希望，甚至看到整個華人社會的進步。但是這個動議呢，讓香港同性伴侶的權益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們再來看看山東的婚姻霸權。網上有一份複印件，山東順天化工集團最近搞了一個大新聞，要求28至58歲的單身員工，包括離異者在2025年9月30號之前要解決個人的婚姻問題，否則將被開除。你沒有聽錯啊，不結婚就得滾蛋啊！員工是來工作的，員工結不結婚跟你企業有什麼關係呢？
只要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就行。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管理，而是性别歧视和现场霸凌。再说了，你让哪一个员工在几个月之内就一定能够找到伴侣呢？所以这样的规定不仅侵犯个人自由，还变相的歧视 LGBTQ 群体的权益。你让一名同性恋员工怎么办？我们是该去找一个异性假结婚呢，还是主动辞职呢？所以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让同性恋去骗婚吗？如果这样的规定假设是真实的，企业不是逼迫性少数员工要么造假，要么失去工作吗？所以这份规定很显然就是一个明显的歧视啊！我就纳闷的地方在哪呢？法律在哪里？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员工的婚姻状况而解除劳动合同，所以顺天化工的这一做法摆明了是违法的。那么现在公司迫于舆论的压力撤回了这项规定，但问题是这家公司的管理层真的认识到他们错了吗？我们来看看社交媒体上网友们是如何评论这件事情的。有网友说，结婚真的能提高生产效率吗？你们公司到底是生产化工产品还是生产孩子的？也有网友质疑说，下一次是不是要规定生2胎才能晋升？或者说每天必须秀恩爱，否则你的绩效考核就不合格呢？更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这家公司领导者婚姻不幸福，所以看到别人单身眼红了？不管如何啊，这种企业的管理方式简直就是职场的封建主义的典型案例。这样的企业，我想如果你真的有能力的话，就算给你2倍的工资，你都别去给他工作，因为何必让自己不开心呢？个人自由不是你能干涉的啊！无论是香港立法会的恐同动议，还是山东顺天化工的霸王条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某些人自以为可以干涉别人的私人生活，甚至用传统作为一个借口来合理化他们的歧视和霸权。但现实就是，同性伴侣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种趋势。目前全球已经有37个国家和地区同性婚姻合法化了，而单身的人士选择不结婚也是他们的自由，企业根本就无权干涉，更何况你还威胁要解雇人家。所以传统不是借口，歧视更不能包装成道德的制高点。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那些试图利用权力和话语权去干涉其他人自由的人，迟早都会被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摔在身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